嗨，我是梦露，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10月最爱。那虽然说现在已经11月中了，但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感冒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体力有变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录影速度有变慢，就希望你们可以多等等我啦。那马上来分享第一样最爱，第一样最爱就是这个，它是 NARS 的保湿精华。那我会喜欢这瓶保湿精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我直接用在手上给你们看好了，我挤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吗？它在这里，然后你看哦。看它流下来了，它的质地就像水一样那样清爽，但是它被皮肤吸收之后，它不会像水挥发掉，会让皮肤变得干干的，它还是会在皮肤表层停留一层很水润那种保湿的感觉。所以我最近晚上我很喜欢使用2瓶精华液，就是在化妆水之后，我会先用这瓶保湿精华先做第一层的保湿打底，然后之后再搭配我的其他精华液，就比如说美白精华液或是其他的精华油产品，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同时再加强一次保湿，但是它的质地又很清爽，不会给皮肤太大的负担，所以我最近还蛮喜欢这样做保养的。那这个就是第一样最爱。第二样也是保养，就是这个，你看超可爱，它是倩碧的水磁场保湿修护霜，这是它的外包装啦，是一个粉红色的小铁盒，这盒子超可爱，可以拿来装一些小饰品。那打开之后霜撞在里面，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你看它的霜比较扁一点点，跟它平常那个保湿凝胶还有保湿霜不太一样，它是浓缩版跟加强版的油霜。打开之后是这样，看，我其实已经有用过了。它的质地很像护唇膏那种感觉，所以它的滋润度非常的高。我自己的话，我是不太会把它全脸使用，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会有点太滋润，除非说真的哪一天真的天气干燥到不行，我全脸都很干燥紧绷的话，我才可能会把它全脸使用。那目前的话，我都是把它使用在局部我比较干燥的地方，比如说额头，或是我下巴这两侧，或是有时候鼻子会容易脱皮啊，我也会在晚上睡前，在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把它使用在那些比较干燥的区块。那隔天醒来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干燥的痕迹就会稍微比较减缓一点点。那这个就是第二样最爱。再来第三样也是倩碧的东西，不过是彩妆，就是这个。它是纽约普普丝绒唇釉，然后这2个颜色是不一样的颜色哦。我之前在那个我的专柜爱用品，还有那个周年庆购物清单那支影片后面，我有说我想要买那个 Chanel 的雾面唇露嘛，我有去靠柜用，不过我那次靠柜的经验不太好，就是我自己就是觉得有点不好的回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买。那我后来发现是倩碧有推出，就是这种比较雾面感的唇釉。那我现在有2个颜色，一个是3号，一个是5号。我一样刷给你们看好了。我先刷3号，这是3号。3号是我很喜欢的颜色，它的名字是 Apple Pop， 它是比较有点苹果红的感觉，但是它要带一点点莓果色在里面。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秋冬，也超好看，而且我觉得它显色度不输给 Chanel 那支唇露，再加上它的价钱也稍微可爱一点点。那我再来刷5号给你们看。5号是桃红感比较明显一点点的感觉，我刷在这边，看得出差别吗？3号比较红一点点，这是3号，这是5号，5号比较桃红的感觉，而且它的颜色也很饱和。你看，这是3号，这是5号，这2个颜色都是单它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它们好像也可以互相搭配在一起，变成一个双色唇的感觉。然后等到它稍微干掉之后一点，它那个雾面的质感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而且这款唇釉的那个持色度我觉得还不错，就不太会容易掉色，还是会掉，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因为你喝一次水还是吃一下东西，它的颜色就全部掉光。所以我觉得它的持色力也不错，而且它的价位比 Chanel 的那个稍微低一点点，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买 Chanel。我觉得这2个颜色也很可爱。再来要分享这样，你们应该已经有看过，就是这块，它是 The Face Shop 的立体单色腮红，色号是 BR01。那这一块肉粉红色的腮红我真的超级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不管是搭配今天分享那个暖色调比较甜美一点的妆容很适合之外，像我今天画这种颜色比较沉稍微比较秋冬感的妆容，用这块腮红也很适合。反正它不太会挑妆容的颜色了。那这块腮红啊，它虽然说有光泽，你这样看到吗？它有一点点光泽，但是它的光泽不是很明显，所以它刷起来那个光泽是还蛮细腻的。我刷色给你们看好了，看它的颜色其实不会很明显，它就是让你的肤色稍微变得有点红润的感觉，然后它不会有很明显的粉红感还是橘红感，所以我觉得它的妆感非常自然，用来搭配任何妆容都很适合，而且它的单价也不会太高，它好像才200多块而已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款 CP 值还蛮高的腮红。再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应该算是我期待很久了，就是这个
3C 的枫叶色系列，那这个枫叶系列，我想应该是烧死一票人了吧？它不管是唇膏还是指甲油还是眼影，它每个颜色推出的颜色都非常之好看。那像眼影的部分，它有推出有光泽版跟雾面款，然后像唇膏的部分好像有5个颜色吧，反正每个颜色都非常非常好看。只是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单价不便宜，所以我没有办法包色，所以我就是在各个品项里面各挑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带回来。那我是在官网买的。有些人会想说找代购还是什么，可是我记得好像目前韩国当地的门市都还蛮缺货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们直接从官网去订就好。那我上次从官网买，我没有等很久，我大概2个礼拜之内就收到，就是正常的海外配送时间。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官网买。那我先跟你们分享眼影好了，眼影的话，我买的是这一颗枫叶色系列眼影里面唯一没有光泽的那一颗，打开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看，它没有任何的珠光，它就是纯雾面眼影，而且颜色都非常非常的秋冬。那色号的话是这边，有看到吗？那我先刷色给你们看好了。这颗眼影虽然说看起来颜色都淡淡的，可是其实刷起来都还蛮显色的。粉质我觉得没有到超级密，不过它也没有到很严重的飞粉啦，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价位来说，算是还可以。那我今天眼睛上面也是稍微利用这颗画出来的，我拉近你们看。就整个眼窝的颜色，我是利用它最浅这个颜色稍微做打底，然后眼尾稍微有点红红的，就是利用它中间这个红红的稍微晕染一下而已。我没有画得很细，就是大概画一下，因为我目前还在练习画这种雾面的眼影。就我之后如果比较上手，我会再分享妆容给你们。那这就是第一块眼影的部分啦。再来这样也是3C 的枫叶色系列，就是这样，它是指甲油。那我买的色号是 BR07，是稍微有点焦糖橘红色的感觉，也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个颜色。不过我这几天因为没有好好的补指甲油，所以稍微有点烂色。不过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有气质，而且很衬肤色，你看，就很秋冬的感觉。然后它又不会像大红色还是你知道其他的深红色气势那么强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颜色看起来还蛮温柔的。对吧？这个颜色很好看。然后这瓶指甲油，我觉得它的显色力应该说是匀色度才对，它大概刷个2层颜色就可以很平均饱和。那干的速度我觉得也不会太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指甲油是可以买的。就如果以这个价位的指甲油来说的话，我觉得算是还蛮值得投资，而且颜色也蛮特别的。看这个颜色很好看，对不对？最后就是他们家的枫叶色唇膏系列，我这是只有买一个颜色，色号是909烟熏玫瑰这个颜色。只是它的纸盒跟它唇膏体本身有点色差，这是纸盒，这是唇膏。那这个颜色其实就是枫叶色加上干燥玫瑰色的感觉。那我现在嘴巴上面擦的就是这支唇膏的颜色，我拉近给你们看，它就是很秋冬的那种砖红枫叶色。然后有读者问我说这款唇膏干不干？我只能够跟你说，它不是一款强调保湿润泽型的唇膏，所以以我自己的标准来讲，我觉得它小干，但是它没有到非常干。但如果你是很害怕唇膏干干的人，我还是会建议你使用这款唇膏之前，可以先利用护唇膏先做打底，这样子嘴唇就比较不会感觉干干的。分享完保养跟彩妆的东西，再来是一首歌，我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要放给你们听。J-Pop 的歌。最近不是因为就是下午都下雨，就是阴天嘛，所以心情很容易不好。那我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然后一边工作，我会一直重播，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轻松，就是你听的心情会很放松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听这首歌。好了，那听完音乐之后呢，最后要跟你们分享这样最爱就是这个，它是路易莎的黑糖雪点奶茶。因为我前阵子在 Instagram 上面有说我很喜欢喝他们家的咖啡，然后就有读者推荐给我他们家的黑糖雪点奶茶，因为我不太喜欢喝太甜的东西。然后读者跟我讲说他们家这个奶茶不会很甜，就是要我可以试看看。那我这几天就想说去买来喝看看。它的味道有点像他们家的泰勒奶茶加上黑糖的味道，然后那个黑糖的甜也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它不会太甜。这个有合我的味道，就是谢谢你们推荐给我。就最近如果我不想喝咖啡的时候，我就会买他们家这个黑糖雪点奶茶，我觉得好好喝，好香哦。那以上就是我的10月最爱，有保养、有美妆、有音乐跟喝的东西。那关于刚刚那个3C 的彩妆，有读者在 Instagram 跟我敲，想要看枫叶色的妆容，我之后会再准备好再分享给你们，就再麻烦你们稍等我几天啦。那以上就是我的10月最爱，希望你们喜欢喽，别忘了订阅频道，拜拜。